下面小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这让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说之前一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。听完这句话，小哥当场就快吓尿了，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？没办法，节目组找来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问题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响了起来。这就很奇怪了，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傻子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细微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而且发现天桥上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专业仪器测量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也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，解决了小哥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的车又遇到了新问题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就会离奇失灵，触屏一点反应没有，但是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，而且在对向车道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个高速，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持续了好几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据他了解，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？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测试，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一切正常，专家猜测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，随后用设备检查附近的无线电信号，没有任何发现，接着检查了导航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经过了解，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，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的方向看看有什么反应，没想到直行后导航正常了。这时专家看到远处的指示牌，瞬间恍然大悟，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，系统更新完再次经过收费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，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，导致导航无法识别，崩溃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家餐厅的14号桌没人敢坐，连店主都不敢靠前，听到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一到深夜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一直响个不停，但14号桌并没有客人，最关键的是桌子上也没有服务铃，电铃半年前坏掉就丢了。这诡异现象已经持续了1年，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白天也开始响铃。据店主回忆，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，就一直坐在14号桌，有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，电铃也是那次坏掉的，一直没有安装新的。从那次起，这个顾客就没再来过，听说是出了车祸，也是从那时起14号铃就开始一直响，就好像有东西在召唤一样，以至于店主现在听到铃声就会起鸡皮疙瘩。大家找来厂家售后，检查了餐厅里的每一个铃铛，都可以正常工作，接着又把显示器设备拆开，研究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但售后提出了一种假设，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，恰巧频率一样的话，别人家按响14号铃，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。大家接着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，并没有找到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。没办法了，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，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，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，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。如果是广播站影响的话，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？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，直到最后也没能解开谜团。大叔只是在走路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在看他的腿，他竟然在用手走路，还都是走的鹅卵石路面，这得有多疼啊！有人认为他可能双腿有残疾，不得不这么做。这时大叔却突然站了起来，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还有未愈合的伤口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都做了5年了，不仅不疼，做完还非常爽。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，大叔走的都很轻松，无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。即使在公司，他午休的方式也很特别，倒立睡觉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为啥会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呢？原来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必须要做手术，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，根本没钱看病，每天情绪低落，甚至得了抑郁症。处在绝望中的他，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这么一做就做了5年，慢慢的颈椎也不疼了。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，妻子还是很担心他，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果然颈椎恢复的不错。接着又给双手做了 CT， 因为有老茧作为护垫，长期倒立对手部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，医生表示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，可以坚持锻炼。听到这话，大叔更开心了，出了大门就一路用手走回了家。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，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，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，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1晚，
就会被撕得粉碎。怕大家不信，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，锁上了唯一的大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。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，等人聚齐后才敢开门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记者也被震撼到了。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，不可能没事去咬手套。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，那也不太成立。橡胶手套根本扯不动，即使用剪刀剪过的痕迹太过规则，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大家越猜店主越慌，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，边边角角也不放过，又安装了摄像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关键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这下大家更慌了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，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。大家不由得后背发凉，赶紧寻求专家帮助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，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。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对食物进行消毒，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，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，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，随着浓度升高，橡胶手套就被氧化，从而老化断裂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，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。专家说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，把臭氧排到室外，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店主乖乖照做，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，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。省流氧化反应，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，已经策划了1个月。临出发时，新郎的长辈还叮嘱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，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，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男人，女孩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显得那么无力。妈妈，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和谁结不是结呀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7大姑8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，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，男方带上1只羊作为彩礼，出发去了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是，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妈妈说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2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，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
他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洞，洞口会流出黄色液体，还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洞的数量不断增加，第二天就多出来好几个，有大有小，形状各异。用内窥镜往洞里一看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刚开始呢，他还以为是蟑螂，丈夫拿着杀虫剂一阵猛喷，再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个洞。天花板上怎么会有洞呢？吓得他赶紧去找物业。物业说30年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，也没有别的住户反映过。物业表示他们管不了，主人现在很害怕，找来节目组。节目组猜测呢，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，但孩子说不是自己。现在谁还玩玩具啊？都是看手机。想想也是，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。随后拿内窥镜伸到里面一看，竟然发现了一坨毛发，还有很多墙纸碎片。主人还说，天花板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有时咯吱咯吱的，有时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。难道天花板有什么生物？主人听到这里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天花板没有出口啊，所以这东西应该还在天花板上。节目组把摄像机对准天花板，准备等他再次打洞的时候抓现行，但一直过了3天都没再出现新洞口，也没再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没办法了，必须要请专家了。专家在壁橱里也发现了一团毛发，很明显不是人的头发，还发现了一坨便便。专家仔细观察后说，这东西啊应该就是老鼠，但他们住在7楼，天花板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呢？专家说一定是通过一些缝隙钻进去的，进去之后呢就被困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出来，所以才会打洞。至于最近呢都没有什么动静，专家认为老鼠已经逃走了。那它到底是怎么钻进天花板的？专家拆掉通风管道后，发现管道附近有个明显的裂缝，老鼠就是通过这个缝隙钻进来的，最后也是通过缝隙逃走的。为了防止老鼠再次进来，他们堵住了通风管道的缝隙，重新贴上了新的壁纸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房子又出现了新问题，在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，每天都会传来呲啦呲啦的声音，房子外面还有个神秘的图腾，看着非常诡异。有人说房子里住着海王，声音是他磨三叉戟时发出的。工作人员才不信，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发现大门竟然是开着的。不怕死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，里面一片漆黑，突然灯就亮了，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胶带铺成的地板，用了2种颜色的胶带交叉覆盖，形成了特殊的花纹。抬头一看更夸张，房子的墙壁全部贴上了绿色胶带。不仅如此，卧室也完全用胶带覆盖。这时主人出现了，不是海王，而是一位老奶奶。奶奶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自己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，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。那外面的图腾代表着什么？奶奶说图腾没什么特殊含义，是这个房子的装修图，自己就是按照图腾来装修房子的，但每隔一段时间胶带就会失去光泽，奶奶就会重新贴一遍新胶带，不一会儿就用完了1卷胶带，还说1周就要用掉300卷。打开橱子，里面存放了大量胶带。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惑行为？原来40年前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以至于不能出门，为了锻炼身体才决定用胶带装饰房子，顺便呢锻炼身体。没想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所以就坚持每天贴胶带了。但是要论迷惑行为，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叔。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会叫，公寓的住户苦不堪言，有人说听起来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。节目组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，打开灯后让人哭笑不得，原来是大叔磨牙的声音，磨的那叫一个响，嘴角还不停抽搐，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。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颗，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，只能喝汤。妻子因为受不了，跟他离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说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，没想到磨得那么深，磨得那么认真。朋友们也帮他解决过磨牙问题，等他磨牙的时候，脱掉袜子塞他嘴里，还会让他叼着一双筷子入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反而磨牙越来越严重。去过很多医院，结果把同房间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节目组再次带他来到大医院，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。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，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，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做呼吸治疗。经过医生的努力，大叔终于改掉了磨牙的习惯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的手机会自己拨打电话，每天拨打2000次，他都换了5个新手机了，但是没用。即使买完手机刚出门，电话就开始自动拨打起来，慢慢的一家3口的手机都出现了这种问题，但手机并没有中病毒，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而且电话都打给了亲戚朋友。朋友说有时候1分钟就能接到20个，刚接通就挂断。有一个朋友还是开餐厅的，电话非常耽误工作，给朋友道歉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机不仅会自己打电话，有时还会发短信，关键短信内容很惊悚，还说这种现象一般都出现在晚上。于是节目组决定等待，但一夜过去，手机并没有出现自动打电话的情况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多个摄像机全程监控，第二天
天，儿子的手机率先打起了电话，儿子想拿手机给镜头看，刚走2步，手机自己就挂断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叔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去世很久的父亲名字，这就非常惊悚了。节目组仔细观察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端倪。录像显示，奇怪的现象都发生在儿子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只有当他拿着手机，手机才会自动拨打电话。父亲手机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亲手机后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儿子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。通过这些反常的举动，节目组认为儿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医生还发现，儿子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老练，看起来是策划好的，而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。节目组把儿子请了过来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儿子终于憋不住了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他为啥要这样做？儿子说别人都觉得他没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远程控制别人手机的软件，用软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机。刚开始呢，觉得整蛊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里就他懂智能手机，父母都很依赖他，这也让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，才开始一直恶作剧。父母得知真相后很震惊，要求儿子向亲戚朋友道歉。电话之谜总算解开了。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。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。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，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没一会儿就被他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他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他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，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他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一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不过要论奇葩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每到深夜，酒吧里就会出现满地的便便，花盆里的土被刨了出来，卫生纸也被撕得粉碎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关键呢，钱也没有少。酒吧老板觉得这应该不是人，节目组决定近距离观察。等了好久，墙壁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一块泡沫板在自行移动，工作人员都快吓尿了，壮着胆子继续观察。这时一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只见它来到草坪上一阵翻滚，这也太舒服了吧。随后就开始找酒喝。黄鼠狼很警惕，时刻都在观察门口的情况，但它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恼，决定用笼子把它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它上钩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它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但是呢，并没完全钻进去，留了一半身体在外面，叼上一块食物就退了出来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，吃完后没忍住，又钻了进去，这次呢，完全钻进了笼子里，吃完才发现中了圈套，对着入口一顿挠，没想到还真被它挠开了。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决定再试一次。黄鼠狼这次犹豫半天都不敢进去，但大鸡腿实在太香了，还是钻了进去。这次呢，成功抓到了它，随后把它带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的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给卧室装上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。只见每到深夜，他家的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，还会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睡梦中，他下意识地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一脸疑惑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？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他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查看录像后猜测，猫咪应该是梦游了，它可能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它小时候痛苦的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。发现它的时候，看着马上就要死了，医生建议可以先给它吃药试试，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，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，主人还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。它听了一会儿就开始犯困，那它晚上还会咬主人吗？只见半夜小白又醒了，径直来到主人旁边。这次小白没有下嘴，趴在主人旁边再次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小白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，看起来小白已经康复了。然而下面这只猫的情况比小白更严重，在客厅看电视要全副武装，甚至要戴头盔，进入卧室也要戴帽子和手套，还要拿着工具防身。只因他家有一只猫，猫咪毫无征兆地向主人发起攻击，接着又躲到了沙发下面，没一会儿再次发起攻击，时时咬住主人的腿。主人查看伤情，大腿被抓了好几道血印。主人说猫咪一直都很温顺，3个月前突然性情大变，疯狂地攻击他们，严重的时候脸上头上都被
咬过，没办法，只能把它关在卧室里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必须要进入卧室才能给它铲屎，每次进入都要全副武装。刚打开门，猫咪就虎视眈眈地看着，随时准备对主人发起攻击。它为啥突然变成这样？宠物医生看了录像也很震惊，和主人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小白是生完孩子后才开始这样的。当时怀了7胎，主人决定给它做剖腹产，手术中有一只小猫不幸夭折，没过几天又死掉了3只。从那时起，小白变得异常敏感，甚至开始攻击自己的孩子。为了小猫的安全，主人把小猫都送人了。医生认为小白在失去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，并且错误地以为这都是主人导致的，对主人产生了怨恨，才会出现这种反常举动。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给他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，让他感到放松。于是主人给他布置了一个新家，还放了很多他喜欢的玩具，同时给他药物治疗，播放猫咪喜欢听的音乐。小白开始也慢慢地接受了主人。然而接下来这只猫咪的行为更加迷惑，这只猫每天往主人脸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后，接着蹲在主人旁边，直接往脸上吃。关键猫咪有时候还上火，那味道简直了。主人很崩溃，为啥这只猫会有2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温顺，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？还说这样撒尿已经1年了。主人尝试过很多方法，也打过它好多次，都无济于事。没办法，主人决定戴头盔睡觉，因为实在不舒服。刚睡了一会儿就把头盔摘掉了。没一会儿，小白凑了上来，确认主人已经睡着后，深情地看着主人的脸，接着情不自禁的就往脸上撒尿。主人再次惊醒，对小白一阵数落，医生也被逗笑了。第一次见这种迷惑行为，医生表示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，一直撒尿是因为主人一直没能理解自己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？医生观察后说，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，而且小白还患有社交恐惧症，所以经常会独自一人蜷缩在角落。医生建议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，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。可以看到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，就好像在说，主人你终于懂我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的眼睛会流水晶，只要稍微翻一下眼皮，一颗水晶就冒了出来，再翻一下又掉下来一颗，仔细一看里面好像还有一颗。每当他哭的时候，水晶产生的更多，都不用挤，直接就能掉下来。水晶看着锋利无比，甚至可以切割玻璃，但他眼睛却丝毫没有受伤。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，一天大约会产8颗，大小形状各异，但都非常锋利。女儿说，有天早上醒来，就感觉眼睛里好像有东西，揉了几下就出来好几颗水晶一样的东西。父母赶紧送他去医院，医生也很震惊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后来呢，还被电视台采访过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希望可以买一颗水晶，他们觉得这东西可以治病。女儿的父母刚开始很担心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发现女儿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，而且还能赚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个女孩眼睛里也会流水晶，这种现象是2个月前开始的。刚开始以为是眼睛里进了玻璃碎片，但是这东西越流越多，几天就收集了1小盒，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能产出50颗，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没能找到原因，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但我感觉下面这个大爷更神奇，他的身体能发电，电线一头含在嘴里，另一头在手臂上摩擦，灯泡瞬间就亮了，把电线插头上，灯泡也亮，用舌头舔一下，灯泡就更亮了。这都不算什么，他把电线在胸口用力摩擦，产生的电力都能带动电风扇，大功率的吸尘器也没有问题，甚至还能带动榨汁机。嘴里含着电线，另一头插在头上，榨汁机就疯狂转动起来，不到10秒钟，一杯鲜榨果汁就完成了。更夸张的是，大爷还能发电烤鸡腿。他脱下衣服，在身上缠了几圈铜线，手上拖着简易版电磁炉，接着起锅烧油，助手放进去2个大鸡腿，再加点印度灵魂佐料玛莎拉，不到5秒钟，鸡腿就被烤冒烟了。大爷却一点事没有，助理给鸡腿翻个身，一份烤鸡腿就做好了。大爷说，自从被雷劈过之后，便获得了这种超能力。有次随手拿了一个电灯泡，灯泡竟然亮了起来，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还说有了这个超能力后，家里连电费都省了不少。科学家看到这个消息根本就不相信，还叫来了医生和电工，准备对他进行各种检查。一番检查过后，终于找到了破绽，原来啊，他并不会发电，而是利用特制的插座实现了这种效果。大爷只是一个江湖骗子而已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相比起来，下面这位是真的有超能力，他可以催眠鲨鱼，可以毫无障碍的和鲨鱼交流，只要轻轻抚摸鲨鱼的头，鲨鱼立马安静下来，任他摆布。他甚至能用手托着鲨鱼的鼻子，将鲨鱼头朝下倒立起来。这种睡眠状态大约能持续15分钟左右，接着他会把手伸到鲨鱼嘴里，目的就是拔掉鲨鱼嘴里的鱼钩，减轻它们的痛苦。这些鱼钩都来自人类的捕杀，带着鱼钩的鲨鱼虽然逃过了一劫，但鱼钩会带来巨大的疼痛，有些鲨鱼甚至还会因为感染死去。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鲨鱼。然而刚开始在鲨鱼嘴里取鱼钩并不顺利，鲨鱼只要感到一点疼痛立马逃走。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鲨鱼，经过25年的观察，慢慢就掌握了催眠鲨鱼的能力，用手掌抚摸鲨鱼鼻子周围的灵敏毛孔，让鲨鱼陷入
一种假睡的状态。看似恐怖的鲨鱼见到他就像狗一样听话，依偎在他身边撒娇，只要他出现，周围就会围过来一群鲨鱼。鲨鱼对他完全信任，他从鲨鱼嘴里拔出来的鱼钩超过300多个，大小各异。他说每年都有大量鲨鱼被捕杀，我们必须保护好鲨鱼，这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非常重要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，每天都要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。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，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，从1天涂抹1次，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，边涂还边笑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就什么都不说，紧张的环顾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说女人是他姐姐，询问姐姐情况，姐姐却越来越激动，看着不太出名的样子。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，此时温度零下4度。节目组想要帮助他，却被拒绝了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，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，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。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，刚上车，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暴躁的哭了起来，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。没办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，消失在了镜头里。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，经常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。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，在车站找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决定洗脸了。鞋油成块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个小时，终于清洗干净，这样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，往他脸上涂鞋油，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。慢慢的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。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，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，哥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，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，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。